台北蛙柜天花板比叉叉叉叉还好吃，吃过就忘了澳门蛋挞。这些超狂评价到底是真的还是吹过头呢？这集我们化身美食公审团，把被推爆的神级美食逐一验证。真的有凤梨酥能让你忘记其他名店，真的有蛋挞强到让澳门创始店都得让步。我们不跑观光名店，只锁定巷弄里的隐藏冠军，从让南部人都点头的蛙柜，到在地人不想分享的面馆。准备好，你的台北美食排行榜可能会被重新改写。丸果之家这家据说是台北蛙柜的天花板，然后呢，它这个店里面卖的东西其实还蛮简单，就是蛙柜、炸霸丸，还有丸子汤，然后跟奶茶。那听说呢，他们家的蛙柜呢是比炸霸丸还要更好吃的，然后奶茶跟丸子汤呢也都是有很多人推荐，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点了蛙柜、丸子汤跟奶茶来试一下。我跟你讲，评论里面大家都说它是台北蛙柜的天花板。这么扯，而且是不止一个，大概刷2-3折就会出现一个。墙上有告诉大家应该要怎么吃它。首先呢，你要用叉子沿着碗圆先画一圈，然后切一块下来。那你这一块呢，先吃掉之后呢，再加上酱汁，这样子呢，你才能够轻松的把这碗蛙柜呢给吃完。我们刚先吃一口原味的，挖下去的时候就挖到好大一块肉，那肉呢吃起来非常的油香。那蛙柜本体呢也是 QQ 的，然后米香很重。那这个蛙柜里面呢，它就不像是客家的蛙柜，它是里面呢已经有加了一些酱汁在里面，所以你单不要加酱，吃起来就已经很有风味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料，它其实我们刚刚插了一小块出来，它里面的肉块就已经非常大块，我觉得算是我吃过蛙柜里面料数1数2多的。这下面满满一层都是哎。对啊，这是属于比较台南那一派的蛙柜。那我看到评论里面很多人说啊，完全不输给台南的蛙柜。那我觉得就算放在台南来说的话呢，它也算是台南蛙柜佼佼者哦。我以前想要吃蛙柜的时候，我都会跑到台南。我觉得有这个我根本留在台北就可以了。说真的，我刚挖到一块咸蛋啊，这是我看过。就是里面放最大块了。我们通常呢，就是只有看到咸蛋黄，要切小小一角，意思一下而已。哇，它这里面这个肉燥非常的厉害，很像我妈自己炒的那种肉燥，而且不带肥肉的那种，所以吃起来超级香。然后它这个蛙柜的柜体呀，非常的柔软，很好吃，很香哎。说真的，它的蛙柜呢是比较精致小巧一点。可是说真的啊，蛮好玩的是说，我记得印象中蛙柜这样挖起来，应该是要一个完整的那种半碗公的形状嘛。可是它这样挖起来哦，就是里面下面1/2全部都是料，然后上面呢是1/2是柜体，算是我吃过蛮特别的一个蛙柜。好，我说真的，它可能是我心中第1个蛙柜了。我们刚把酱料加进去了，哇，那个风味真的又更提升了。那你可以依照你自己喜欢的口味呢，去加这些酱汁、酱油啊、蒜泥啊、甜辣酱，看你喜欢怎么分配。它超好吃，我忍不住多讲了非常多句。想要多点一碗，我要多点一碗。点了一碗综合汤，很多人呢也都是一碗汤一个蛙柜这样子配一套的。那它的综合汤里面呢，就是只能丸子3选2。那它整家店呢是有贡丸啊、花枝鱼丸跟虱目鱼丸。那我刚刚想说奇怪，丸子怎么少一颗啊？原来它的虱目鱼丸长得是这个样子，鱼羹状的。这汤里面呢充满了丸子的鲜香，还有鱼丸的鲜甜味，然后再加上呢，它这个汤里面其实比一般的汤呢加了更多的芹菜。提升了很多的鲜味，可是我想啊，怕芹菜的应该会蛮讨厌的。爱的人会超爱。哇，那虱目鱼丸很有台南的精髓，鱼浆非常的鲜甜啊。其实吃起来蛮像浮水鱼羹，但是它不是用鱼羹的感觉。我第一个也是想到浮水鱼羹。这贡丸也非常的脆甜，很好吃。那我觉得这样子搭配起来呢，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中式下午茶。
这家店还有卖伯爵奶茶跟仙草凉茶，非常的特别，就是感觉完全不搭嘎的东西，竟然在这个店里面出现了。那这个奶茶呢，喝起来啊，蛮像是以前我们那种小时候喝的手摇饮，用奶粉泡的那一种。那喝起来呢，非常怀念的感觉。那只是说呢，它茶的底呢，竟然换成了伯爵奶茶，所以喝起来非常的特别，又有别于我们传统小时候印象中的那种味道。而且我觉得30块很便宜，它非常的浓厚，很值得点，一定要点，特别来喝都可以。真的是台北第一的霸王，我要多点一个，哦，太好吃了。这个香菇啊，根本就是咸味炸弹，而且水分超足的。我觉得它的咸味根本就是可以切丝拿来当油饭主要咸味来源的那一种。好吃到外带给台南人吃，因为我妈吃，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觉得超好吃的。我觉得2个他们可能会抢不够哎。这一家是福田一方凤梨酥。说真的，凤梨酥我们吃的那么多了，但是热的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而且它门口呢直接就写说单买1颗 OK。讲真的，我买了1盒回去，我也不见得会自己加热啊。这评价很好有一些人说哇不输微热山丘，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说更厉害，因为你要现场，然后马上吃到就是刚拿出来的，它做成像一个小吃一样，这样子热热的，然后从纸袋拿出来。没关系，我们就跟着我们好奇心来先吃一口看看，先吃这个原味的看看。你知道吗？它那个温热的感觉，然后咬下去这样酥酥的，就跟你在咖啡店啊点到那种什么加热过的饼干还是什么东西的那种感动是一样的，那种甜点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那你觉得有比微热山丘好吃吗？有因为讲真的，第一口下去啊，它那个酥酥的感觉啊，然后那个奶香油香这样子，感动绝对超过，绝对超过。那我要来吃一口看看，因为我超爱微热山丘的。该怎么形容那个感觉呢？似曾相识，可是脑袋一下子调不出来那个资料，到底要怎么样形容它？我跟你讲，我刚刚咬下去啊，出现了我看到他的第一则评论。他第一则评论啊，他写的买起来都给我吃起来，全部都给我吃起来，直截了当，没有啰嗦。对，不要啰嗦，这给我吃起来，好好吃哦！它能咬下去那种酥脆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像你吃到很好吃的那种凤梨酥的那种感觉，不是蛋黄酥的感觉。我找到最接近的，但不完全精准，就是很像刚出炉的菠萝面包上面那层酥酥的感觉。讲了这么多篇幅，都还在讲它的外壳，现在讲它的内馅。它是土凤梨酥，所以酸味一定会比较重的。但是呢，我觉得没有吃下去有种微酸，然后加上那种水果的蜜的感觉。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看看那个酥度，你咬咬看，一咬它就马上就崩解，你知道吗？这一颗是巧克力口味的，从外皮看起来就非常的不一般。说真的，吃过那么多凤梨酥啊，什么茶口味的都吃过了，巧克力的是第一次。就是在面包店吃到那种热腾腾的巧克力菠萝刚出炉的很酥的那一种。哇，你刚刚还是露出了一个非常好吃的表情。这个凤梨酥真的是幸福的凤梨酥。可是我真的很想要买它那个，就是已经包装好，因为不知道带回家还有没有办法这么好吃。过了2天还有没有办法真的好吃？可是如果以这个现烤的程度，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了。等一下，我又露出一个惊讶的表情了，就是我刚刚吃到它的外壳已经非常有巧克力味，但是呢，吃到尾巴的时候，巧克力味又更浓厚的一次的散发出来。然后我现在仔细一看啊，就发现说，它那个里面其实是好像有一层巧克力，然后里面有巧克力豆，你看。所以是巧克力跟那个凤梨合在一起。对，然后也不会太甜哦。它这里面有放一点巧克力豆，那应该是巧克力豆预热融化之后呢，会形成一点点巧克力酱掺在里面。哇，这个怎么会每一口都有惊喜这个蛮有创意的，我觉得又好吃又有创意，然后传统的口味也在。我现在觉得说吃这些东西呢，吃多了又很害怕，可是我现在有点冲动，很想把另外2个口味也吃掉。还是我看到的第一评论都给我吃起来，真的好好吃哦。我们真的很喜欢这个，真的好好吃哦。我跟大家讲最后一个重点，它现在1颗还30而已。
天都黑了，我们现在才要拍第3间。今天拍摄超不顺利的，因为最近呢，猪肉就是缺货的关系呢，很多的这种老店啊，它其实都没有开，或者是我们今天有找到一间呢，它是卖鱼汤的，可是因为它有卖卤肉饭，所以也因为缺猪肉的关系呢，它提早收摊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拍到。然后呢，我们又找了一间，就是他卖像甜点的，然后60年的老摊。可是因为呢，他没有第2代去接手啊，所以说呢，他也不想要接受人家的采访，然后有这个任何的宣传这样。但是呢，我们从他口中得知了一间名单，就是现在的这一间川姆园，老板娘说超好吃的，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这间我们本来也有存，但是他一讲的时候，哇，觉得有双重印证，就来试试看这样。这一间我们点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要先从这一碗开始，因为它等不得人。这一碗叫做牛蛋汤，然后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充满了各种的猜想、臆想，想说到底是什么东西，想说啊，那就点一碗来试试看好了。就上桌的时候我捞了一下，啊，它里面是半熟蛋，因为我看到那种稍微那种半生熟的蛋黄，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一碗它等不了，所以先吃。它是牛肉汤，然后加生蛋进去。哦，你最喜欢这种的。怎么样？我跟你讲，它是那一种经典的红烧牛肉汤，然后呢有一点点辣味。如果我平常吃呢，我会有点害怕吃不完一碗的那一种。可是因为它打了蛋下去，蛋会让整个的辣味呢变得柔和起来，所以它就变成一碗内敛的红烧牛肉汤。难怪你眼睛刚刚瞪得那么大了。虽然我们刚刚先喝汤了，但他们家的主轴呢是面食，非常的有名，而且价格呢都很平易近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吃一下3鲜锅贴。这锅贴超好吃，一入口呢，肉汁在你的嘴巴里面爆炸。我说真的，如果我把我眼睛蒙起来，我会分不出来我现在吃的是饼还是锅贴，因为它那个面皮啊，非常的扎实，然后面甜香很够。你看它底这样烙得非常的漂亮啊！这个锅贴的特别之处呢，就在于说，它真的吃起来很像饼，然后包了肉馅一样。对，那个皮我也算是蛮少见的那一种。第一次吃到。这个是小鱼卷饼，也是那个老板娘呢跟我们力推的一道。她说听到我们说不吃牛肉，然后跟我们说，这一家里面包小鱼，就是非常的特别。那不吃牛的人呢，也可以好好吃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真的没有吃过小鱼干的这种卷饼这光看就香了啊！我跟你讲，他刚刚一上来我就闻到那个味道了。试试看，试试看，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它的饼啊，我觉得你喜欢吃什么都可以点起来，不用挑，就饼都是本身超好吃的。然后它小鱼辣椒呢也非常香，但是辣椒不会过辣，它就是给你一个提味。像我不太能吃辣的人，我也蛮能接受的。它小鱼辣椒啊是有一点点油度的，可是是恰到好处的油度。那它的饼呢本身又不干，再加上一点油度啊，哇，那个滋润度真的是很棒。我跟你讲，它里面的小鱼干跟那个应该是豆干，对，还有豆干，然后是带一点甜的，那个辣其实蛮辣的，可是哇，搭上去超级好吃，你完全不需要加酱，超级好吃哦，好喜欢哦！给大家看一下，哇，里面给的那个料真的还蛮多的，好好吃哦。这个辣是那种入口不会呛喉咙的，所以这个辣度我可以。它其实蛮辣的，我跟你讲，像我们家女儿啊。她平常不吃辣，可是她很喜欢韩式料理。她说那个辣她就可以接受，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比她平常吃的辣跟喜爱度有关。对，就是够好吃到你可以抛弃那些你害怕的东西。我跟你讲啊，这一间你在门口你就会有面食选择困难症，因为每个都看起来太好吃了。然后你看人家桌子上点了什么，你都会想要来一个。我跟你讲，我本来只想要点2样3样，然后一来就点了一直加。对，然后加到后来，老板娘说你们点很多了呢，还要加吗？对，反正吃吃看就对了。
这个是木须炒面，蛋香气超浓郁哎，说真的，很多木须炒面啊都没有炒得像它这么的香，它尤其是那个蛋香味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华的感觉。我看评论有人说普通，那你觉得会吗？它重点在它的蛋香气。它刀削面呢也是标准好吃的那种刀削面，那我觉得口味还蛮咸香的，比起外面来说呢，口味有稍重一点点，可是它刚好是我喜欢的样子。这个我喜欢重口味的。对，那评论呢有人说它的刀削面普通，但我觉得呢是跟他们家的饼比起来相形失色。可是如果你跟外面的木须炒面比起来的话呢，它还是略胜一筹的。我觉得它算是高段班的好吃的木须炒面。这一道是葱油饼，你看它的饼呢都是那种厚厚的，咬起来有嚼劲，有嚼劲的。其实吃起来呢也是蛮香，可是我看到评论也是有人说吃起来颇普通的，他比较后悔点的这一道。那我现在呢也稍稍的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但不是说它不好吃哦，而是因为我刚吃了小鱼卷饼之后，我看那个样子啊，就觉得它跟葱油饼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啊。他们基本上一样的饼，所以你不用。你可以选择，如果你要有包馅的话，就吃包馅的这样子。像我的话，我就会多选择包馅。可是它的饼非常好吃，但我觉得这样子配起来就是很棒。大家会不会看腻这个表情呢？可是我没有装哦，就是真的是这样。这个豆沙锅饼呢，是我们最后加点的，因为你看到一则评论上面写说豆沙锅饼一生推，我就觉得没有吃我一定会后悔。然后我刚刚吃的时候，就是我找到那个锅烧的豆沙锅饼，找到那个锅的精髓，有锅气啊。这么厉害？我觉得它的那个饼皮跟我们刚刚吃的饼都不太一样，因为它做的特别薄，所以应该口感会不太一样。然后它的内馅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枣泥混豆沙那种感觉，比较不是完全的红豆沙的味道。所以这个你是一定会点起来的。好吃，怎么样？是不是像我讲的有锅气，对不对？超级好吃。对，然后它那个内馅就是跟某一些月饼一样的那种味道，然后不知道是加了枣泥还是什么乌豆沙之类的。我觉得比我吃过很多饭店的那个还要好吃，真的很好吃，好推哦。这家的饼啊，它的筋性就是特别强，所以越嚼越香。那我会建议大家说，一定要趁热吃，非常非常好吃，我好推这一间。但是我劝大家就是来的时候挑人少的时候，人多的时候，我不知道服务品质会不会如你预期的这样子。我是觉得不错啊。那对于我们最近常常就是拍一些店，然后后来人多了之后品质不好，我觉得要斟酌一下当场的状况啊，还有自己的耐性。对，但我今天的状况是非常好的。这一家是送上好脆皮臭豆腐，然后它是上海脆皮臭豆腐哦。那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哇，它旁边四周的墙上呢贴满了名人的合照。那看到评论有人说呢，这是他觉得台北前3好吃的臭豆腐，所以我们赶快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吃。臭豆腐呢是属于那种中间挖一个洞啊，里面塞酱汁的类型。那它的酱汁也非常特别，吃起来有一股酸香感。这臭豆腐的口感呢，它是外酥内嫩，但是酥的厚度呢是比较多一点点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它是外脆内嫩。但是呢，其实我点完之后才发现，他们店里面有很多的酥度是可以做调整的。像它有分4级，然后第1级呢叫做小鲜肉嫩豆腐，然后第2级呢叫做小酥，那个酥是。就是叔叔的叔，对，然后第3集是正常，第4集叫做大叔。那听说呢，还有隐藏版的第5集。然后刚刚呢，他们偷偷的泄露秘密给我们知道，说呱吉来呢，他喜欢吃5集的。那你今天是没有讲的时候，他会默认你是用正常的，所以是外脆的。但其实你不喜欢吃脆的，对不对？对，我下次来呢，我可能会从小酥开始点起。所以你吃起来会觉得有点刮口。那我刚好问过说他们是怎么样子去分这个酥度，他说他有2锅在炸，一锅呢是从生的开始炸，然后它是用140度，所以炸起来会蓬蓬的，然后外面吃起来像嫩豆腐，
你喜欢这种口感的，就点那个1号小鲜肉嫩豆腐，是嫩的。然后2号是稍微再炸久一点，它这边小酥豆腐，就是外面表皮微微的酥这样子。那第3个就是我们讲的脆皮豆腐。那就是像这样，正常对。那你像你说，比较容易怕刮口的人，就可能比较选3，然后4就更硬了。那我刚刚听他说，呱吉喜欢吃5，对不对？对。然后他说那个好事多的董事长最喜欢吃那个这样子，然后5，然后配那个啤酒。他说呱吉也是。对。那我的确觉得它非常适合配啤酒。这种有挖洞的臭豆腐呢，乐趣就在于你可以塞各种的东西进去，像他附的这个泡菜啊，塞进去啊。它就增添一种脆脆的口感，很喜欢。它的臭豆腐感觉，它的那个泡菜感觉非常的脆。它跟臭豆腐的脆呢又是不同的脆，所以2种脆呢交织在一起，变得很有层次感。我们来解锁另外一种吃法，这家店呢还有卖蒜酥，1碗是20块钱，然后我们把它加下去试试看。他说他撒在那个豆腐上面，很酷。这又是另外一种酥的组合。它吃起来呢，当然就是有点蒜味，然后像刚刚旁边的阿杰有跟我说，它吃起来会有点像花生米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子刚刚老板跟我们说啊，他们家的泡菜呢是自己做的，那我觉得跟外面的泡菜比起来呢，它不算是很酸的那一种，可是呢保留了原本高丽菜脆甜，是用很好品质的高丽菜。他刚刚偷偷跟我们讲它的配方，它里面有加柠檬，难怪这样酸香的不一样。这家店真的蛮有意思的，从大叔然后到这上面辣椒酱写我好辣，那这个里面的配方呢，哇，听说真的是非常厉害，我是连试都完全不敢试的，有朝天椒，还有魔鬼椒，然后还有一些姜。那如果是嗜辣的人呢，我觉得呢，这个辣椒酱一定要试试看。他说他写我好辣是要提醒那些不敢吃辣的，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辣，所以大家要小心一下。那我自己个人呢，吃起来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臭，那个臭的感觉，我跟你讲，我看评论有人说，就附近的居民抗议说它太臭，然后给它1颗星的评价。可通常这种都很厉害，因为它真是臭到不行的这样子。可是就是最好吃的这一种。那我自己觉得超级的臭，因为那个我自己吃下去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几天没有洗嘴巴，早上起床那种感觉。对，然后后来呢，他们现在有改善了，因为说花了很多的钱，然后弄设备，所以现在呢应该是不会有那个味道了。这很好玩竟然还有个好吃钟，觉得好吃就敲一下。这一家是增加豆浆，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跑到豆浆店买蛋挞呢？我跟你讲，这家前一阵子在网络上非常有名，它有一个称号叫做被豆浆店耽误的蛋挞店。你现在看整间店都是排队的人潮。我们之前从这里过的时候呢，它排得更夸张。但我们今天呢，就是转个角停个车，它本来从排1间店面的长度呢，就变成排了2间店的人龙了。先来吃吃看它最厉害的蛋挞哦，难怪会是排队的状况，难怪这么有名了。它这个蛋挞呢是葡式蛋挞，然后刚烤出来的还温温热热的，酥皮就是非常的香酥，然后里面的蛋挞呢就是蛋香非常浓郁。我其实有看到一个非常扯的评论，他说比马嘉烈还好吃。你知道马嘉烈是在澳门是创始这个蛋挞的人对，我们可是小时候经历过蛋挞热潮的人呢。这个蛋挞呢，吃起来呢，真的跟那些蛋挞有过之而无不及。绝对有比较强，因为那些都倒了，它还活着，非常的强。我跟你讲，我吃过马嘉烈，我觉得非常好吃。尤其马嘉烈，它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什么？它蛋香非常的香，这个绝对有那个味道。我觉得真的可以不用跑到澳门，而且它整颗呢非常的厚实。你看我这样捧起来，里面的那个蛋中心软软的部分它有多厚重啊！其实它吃起来有一点那种，烧饼感的那种酥皮感，有一点点哦。对，所以它其实那种中式的那种酥皮口味在里面，其实真的很好吃这里面柔软的像蒸蛋一样，也很像超嫩的豆腐。
哇，真的很好吃哎！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吃到的东西都有那种，哇，至少争前3名的，对，真的这一集的东西都好强哦。跟大家讲，这家店呢，它其实是没有内用的，没有内用的状况下呢，还可以排成这样，真的是非常厉害。我跟你讲，因为越麻烦的事情，大家会觉得啊，你再好吃我也不想排，可是大家甘愿排。而且跟你讲，我们刚刚买，其实买了5颗，我其实是有点后悔。为什么只买5颗？对。我跟你讲，我们2个只能分这1颗哦，剩下的4颗都是小孩的。哇！他们2个姐弟啊，有一次在泰国吵架，然后2个为了就是那个难吃的要死的蛋挞，我想说。那么难吃，到底有什么好吵的？所以我今天就买了4个，让你们吃个够。可是我也会跟他们抢，3个人抢4个。你也会抢1个哦。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本来是绕着圆环附近想要来找一些老店美食，可是刚刚跟大家说了，今天的拍摄过程并不顺利，所以我们就越往越外面去扩散了。然后结果发现呢，今天吃的东西都是那种网络上人家评论说是什么哪里最好吃的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我们自己评测下来呢，也觉得今天的东西真的都超好吃的，依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啊。准确度大概是7成以上，我觉得有6-7成。我真的有些东西，我真的是我目前吃过台北最好吃的什么东西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心中还有什么自己觉得台北是最好吃的东西，然后推荐给我们，再来拍拍看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大家拜拜。